千年王八。太后过生日，你说他是千年？先生，千年王八，那不就是老乌龟吗？和珅为了给太后庆祝生日，特意来到天牢看望戴瞻，希望对方帮忙写一篇祝寿赋，表示只要太后一高兴，你就可以出狱了。一篇文章就可以换来自由吗？怎么样，写不写？写啊！我写这种马屁文章啊，是最拿手的了。和珅听后大喜，觉得小戴这人比纪晓岚听话多了。戴瞻想了一会后，就写了一篇太后千岁千岁的马屁文章。随后和珅就拿着这篇文章来向纪晓岚炫耀，而老纪还以为和胖子是来求自己的，本打算用文章换回丢失的经验感，可是没想到对方却表示已经写好了。和珅见纪晓岚不相信，当即拿出文章让他欣赏。我发现呢，人一坐牢啊，就开了窍了。过去这个戴瞻见了我是不理不睬，这回好，我求他写这篇东西，马上就答应了。和珅觉得小戴是坐牢坐乖了，可纪晓岚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，说是幸亏你让我先瞧见了，要是献给太后，说不定就会砍了你这颗大肥头。和珅觉得纪晓岚是在嫉妒人家小戴的文采，根本没当回事。纪晓岚见状，只好让他念出来听听。千秋万寿，年高德少，王者仁义，八方来朝。和珅觉得这么有气魄的句子，太后怎么能不高兴呢？纪晓岚也懒得废话，让他把4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一遍。千年王八。和珅瞬间傻眼了。纪晓岚夸赞何胖子勇气可嘉，小月也在一旁起哄。这个戴瞻，这不是害我吗？气急败坏的和珅当即一把夺过文章，将它撕了个粉碎，并准备去找戴瞻算账。可走了没几步，就又突然回头，他害怕给纪晓岚留下把柄，急忙从地上捡起了那堆废纸。戴瞻对此十分愤怒，指责纪晓岚跟和珅是一丘之貉，平日里口口声声说与和珅势不两立，现在为了官微竟揭穿了我的文章。可纪晓岚却表示自己这么做是在救你，这种小把戏就跟你们偷我经验感一样无聊。和珅作为当朝首辅，多少人想扳倒他都没有成功，就凭你这篇千年王八就想整垮他，实在是太天真了。阿贵、朱圭、刘墉，他们这些人都没扳倒和珅，这些人哪个不比你聪明？那难道就任由和珅逍遥法外吗？哎，这事儿轮不着你操心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是匹夫之勇，笨！戴瞻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幼稚，当即向纪晓岚承认错误。可纪晓岚却根本不在乎丢失经验感之罪，让他在狱中好好的修四库全书。随后的日子里，纪晓岚就开始安心养鸟，根本不去管外面的事情。小月对此十分失望。你忘了你的四库全书了？嗨，什么四库全书，全是些狗屁玩意儿，还不如养一只鸟来的实在呢。纪晓岚也懒得争辩，只是专心训练这只鹦鹉说人话。而色批乾隆也好像忘记了纪晓岚，他现在一心想着把颜如玉这个绝世美人收进后宫。为了博得美人芳心，他不仅每日陪她同吃同睡，还把司库馆总总管的职位暂时交给了他，并让他坐在纪晓岚的位置上修书。你坐在这儿啊，真可以天天看见你。而现在也只有和珅是真正的想着老纪，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看望一下。而他这次前来的目的就是打听纪晓岚准备献给太后什么寿礼，因为去年老纪别出心裁，献了一张白纸抢走了所有人的风头，就连和珅的108颗珍珠都被比了下去。和珅担心纪晓岚今年又要搞出什么新花样，不停地追问他到底要送什么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声音。和珅四处观察了一番后，终于发现这声音竟然是从一只鹦鹉嘴里发出的。于是他急忙起身查看，越看就越觉得妙。自己搜寻再多的珠宝，也不过是些死物件，怎么比得上这活玩意有趣？和珅为了巴结纪晓岚，连称呼都改纪大哥。纪晓岚听后浑身一颤，赶紧找棵树靠下。何小弟啊，什么事儿？和珅希望用108颗珍珠来换这只会说太后吉祥的鸟。纪晓岚听后立马急了，因为他现在就指望用这只鸟去讨太后的欢心，好官复原职。和珅赶紧加价，表示名人古话，古籍善本，你要什么随便说。纪晓岚告诉和珅，只要你把金烟胆还给我，这只鸟就归你了。可和珅怎么敢承认呢？现在事情闹这么大，如果自己拿出金烟胆，乾隆肯定是要治罪的。太后吉祥，太吉祥。蔡大人，这鸟你不想要啊？我想要，就是啊，你就给我。扣儿没本钱要。和珅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告辞离去。太后吉祥，你不要啊，何大人。小月见纪晓岚这招不灵，突然想到了一条妙计。